上回说到，基德与罗联手干掉了四皇大妈，四皇的不败传说就此打破，世界格局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了穹顶上路飞与凯多的决战。CP0特工收到吴老星下达的新指令，为防止那颗恶魔果实觉醒，必须在这里抹除草王路飞。CP0的李茂南收到了干掉路飞的指令，这一切被后面的德雷克听在耳朵里，他爬起身来，用长剑刺穿了李茂南。因为德雷克知道，如果 CP0杀掉路飞意味着什么，凯多继续在和之国作威作福，一切和昨天一样，不曾改变。李茂南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德雷克？德雷克说：为了我心中的正义。李茂南说：真令人羡慕。这句话意味深长，不知道他羡慕的是作为海军卧底的德雷克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心中还尚存正义，还是羡慕德雷克为了正义敢于向强权反抗。李茂南用 T 原地消失，下一秒李茂南用纸枪戳穿了德雷克的喉咙，德雷克最终倒下了。穹顶，路飞与凯多仍然在激烈互殴，4挡10人的路飞把凯多痛痛快快地揍了一顿。然而凯多的抗打击能力可不是说着玩的，在挨了路飞狂风骤雨般的殴打之后，凯多轻描淡写地说道：别以为能看到未来的只有你一个。卡塔库利的绝技看到少许未来的见闻色霸气，在凯多这个段位来说根本不是什么不得了的技能。凯多不仅能看到少许的未来，甚至比卡塔库利更强，因为他完美的躲开了路飞毫无规律随即改变方向的大蛇炮。凯多变身巨龙，一口将路飞咬在嘴里，路飞疼得哇哇大叫，在凯多嘴里大吵大闹，疯狂打滚。凯多一口热息连同火焰一起把路飞吐了出来，热气穿透了轨道穹顶，直接将轨道从上到下击穿，又一次险些点燃地下武器库的火药。路飞的4档弹跳人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必须要在4档结束前干掉凯多。凯多轻蔑地说道：那你的处境还挺危险的，我不在乎你和谁一伙，和之国的家伙早已习惯了战败的滋味，什么非暴力弱者，什么光荣赴死，那种只会找借口的败者我早就看腻了，胜者才不需要闪烁其词。路飞跳到凯多上空，一发冤枉枪都在凯多的下巴上，凯多变身人生评判，一棍子全雷打把路飞抡了出去。路飞受到这一重击后，4档已经到了最后极限，力气从嘴里喷了出来，就像是泄了气的气球。路飞连忙堵住嘴，把力量硬生生给憋了回去。如果这一次还无法打倒他，我就输定了。凯多举起狼牙棒，大吼道：来呀，你他妈的来单挑啊，来打我呀！就在两人准备新一轮互殴时， CP0 的李茂南追了上来，准备从侧面偷袭路飞。凯多与路飞同时一愣，接着凯多的狼牙棒就砸在了路飞的头上，这一棍子终于将路飞彻底砸得泄了气。路飞4档解除，呼吸随即停止。揍完了路飞，凯多举起狼牙棒抡向李茂南，重磅落下，整个穹顶几乎都被掀飞，李茂南就此领了盒饭。穹顶之下，陶之助率先发觉了异常，路飞的声音没有了。很快，在战场上拥有见闻色霸气的人也发现了这个不幸的消息，路飞的气息确实没有了。凯多降临到宅邸内的战区，向所有人宣布：草帽小子路飞战死了，你们的大将陶之助在哪儿？出来投降！听闻路飞战死，起义军都绝望了。娜美拨开人群站了出来，冲着凯多大骂：你这四脚蛇在胡说什么？路飞绝对不会输！凯多表示：这妞骨头真硬，我喜欢，赏你一发龙之热息。好在马尔科赶来救了娜美一条命，否则路飞死不死不知道，娜美指定是必死无疑。凯多告诉众人，鬼之岛会按照计划与花之都着陆，所有人都将继续回归奴隶生活，不管是老弱还是妇幼，都要继续被奴役，直到精疲力竭，累死在工厂。胆敢反抗我的人，死！把陶之助给我带来，否则战争还将继续。凯多军深受鼓舞，一大群杂兵向无法动弹的基德和罗围了过去，拿下基德和罗的脑袋。就算你们打败了大妈，最后还是过不去凯多老大这关，你们打从一开始就毫无胜算。凯多与罗的船员联手挡在两位船长前面，与凯多军的杂兵们近身对砍。基德和罗也爬起来加入到了大混战之中，整个城堡已经陷入一片火海。鬼岛在空中，岛上的水资源有限，所以这大火是阻止不了，只能四下逃命。地下武器库正奋力拉着鬼岛的陶之助与大河起了争执，大河想回去和凯多决斗，陶之助劝大河别逞强，最后白白搭上一条命，连路飞都赢不了的对手，你又能怎么样呢？
大河说：“如果我不上，还能有谁？所有人都已经精疲力尽，遍体鳞伤了，凯多肯定也伤得不轻。”陶之助主张投降，虽然很不甘心，但既然路飞已经输了，就剩下投降一种选择，否则就会死更多的人。大河怒道：“我不同意，苟且活命又能如何？让大家回去继续当奴隶，继续过那种奴役致死的生活。投降并不是一定会活命，那些誓死不愿屈服于大蛇的各乡大名们心中的苦恨又该如何？这场战斗承载了和之国20年呐，与其如此罢手，倒不如一同赴死。”大河与陶之助不同，他亲自走过了这20多年的光阴，看到了玉天死后和之国的百姓生活在怎样水深火热的地狱之中。虽然陶之助是和之国将军，但大河比陶之助更能体会人民的苦痛。陶之助为大河的一番话语而感动，这时他听见了相主的声音：“陶之助，我听见了，真让人怀念啊！我听到了解放的鼓点，时隔800年，这个声音绝对错不了，他就在那里，乔伊波伊回来了。”同一时间，鬼岛上拥有见闻色霸气的人都发觉到了路飞的气息，路飞苏醒了，战争没有结束。起义军们一片欢腾的同时，吴老星开始绝望了。他们让特工插手凯多与路飞的战斗，就是为了激怒凯多，帮助他们彻底消除不稳定因素。然而现在凯多被激怒了，而路飞却没有死。无论哪个年代，世界政府都在试图回收橡胶果实，但却从未成功将其收入囊中。800年来一直如此，这个恶魔果实就像会自己逃走似的，说不定真的是这样呢。动物系的恶魔果实都有自己的意识。对了，该不会还有人认为橡胶果实是超人系吧？那是世界政府为了掩盖他的真实身份而附加的标签而已。路飞吃下的这颗恶魔果实真实名字是动物系幻兽种尼卡形态。前几期中，灵宫六子福斯福在与慎平单挑的时候透露了一个机密情报，因为这个情报，福斯福差点在监狱里被世界政府灭口。情报的内容就是，传说在上古时代有一个解放奴隶的自由战士，名为太阳神尼卡。这个战士所指的就是幻兽种尼卡形态，恶魔果实觉醒的那个人。尼卡身上拥有橡皮的特征，战斗犹如天马行空，画风就像是绘画故事里的插画一样，人称解放的战士，又名太阳神尼卡。觉醒之时，能力者除了拥有橡胶之躯外，还将拥有更强劲的臂力和自由度。据说那是这人世间最叫人匪夷所思的能力。路飞从穹顶的废墟中突然醒来，奇怪啊，明明自己输了，为什么却这么开心？忍不住想要哈哈大笑。所有的事情都变得好好玩，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一定可以做到，感觉还能再和凯多打一会儿。橡胶果实啊，不是动物系幻兽种尼卡形态恶魔果实最终形态5档启动。路飞的头发和衣服变成了白色，头发像火焰一样，眉毛和瞳孔都变成了连环画人物，身上还环绕着像4档一样的蒸汽飘带，一发霸王色霸气从穹顶上迸发出来。宅地里的杂兵们口吐白沫，翻倒在地。凯多一惊，我操，有个不得了的东西在屋顶。突然，一只大手从穹顶抓了下来，把凯多拎了上去。凯多像一个橡皮筋一样被路飞扯来扯去，疯狂抽动。凯多一发热心喷向路飞，路飞惊叫一声，抓起地面，地面像橡胶一样被路飞拉起来，把凯多的攻击给弹了回去。路飞捂着脸笑个不停，这就是5档状态，拥有超人系果实觉醒后影响周围事物的能力，同时还有动物系果实觉醒后的变身能力、强大的回复力和韧性，以及加倍的攻击力。凯多也有点懵逼，但是总不能装孙子吧，必须把这个怪小子拿下。凯多冲过去，一口将路飞吞进肚子里，路飞像个皮球一样在凯多的肚子里来回横跳，接着又变成气球，把凯多的肚子给撑得浑圆。路飞将凯多的眼球给击穿，凯多被折磨得不堪言，一口把路飞给吐了出去。路飞嘻嘻哈哈的笑个不停，喷出一口气飘到云层，接着变身成一个巨人从天而降，一脚踩向凯多。凯多死死咬住路飞的腿，路飞抓住凯多的身躯玩起了空中跳绳。热吸，凯多一口火焰喷在路飞的身上，路飞被烧得浑身焦黑。接着他又腾空而起，在空中一溜烟的向凯多奔去。凯多变身人手形态，一棍子抡下来，路飞被揍得眼珠子都要飞出去了。这充满喜剧的夸张画风让下面的基德等人都惊掉了下巴。路飞回到穹顶，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气。凯多道：“真是精彩的表演，搞了半天还是到极限了，你是打不倒我的。”
路飞头上的白色火焰消失，变成了一副老头模样，把高冷的凯多都吓得飙脏话了。路飞说：“我刚刚快要死了，这大招消耗好大呀。”凯多说：“你就放心去死吧，你们这一战应该可以留名千古。”路飞爬起身，重新变身无挡，死了就没有意义了，这一战必须赢。凯多狼牙棒对着路飞的脑袋就砸了过来，路飞一口将狼牙棒咬在嘴里，脑袋都被削成了月牙形。接着凯多追上去，又是当头一棍，路飞被砸进地里，土地因为路飞的原因变成了橡胶，把路飞弹上了天。路飞飞向凯多，打出了一套旋转王八拳，把凯多的鼻梁骨差点推脑壳去，真是太有趣了。凯多鬼之岛宝物殿2层，大蛇哭哭啼啼的恳求小紫帮自己逃命。他厚颜无耻地说：“寡人也很喜欢玉田，只不过是被凯多利用了而已。快帮我把钉子拔掉，我们一起逃跑吧。”面具下的小紫笑了，是不屑的嘲笑。事情到了现在，大蛇居然还天真的认为还会有人相信他吗？当年的玉田和现在的武士都被大蛇耍得团团转，尤其是玉田被大蛇折磨到了失去名誉，失去了性命。最终大蛇也没有遵守和玉田立下的约定，并没有放武士一条生路，反而将玉田深爱的和之国变成了他的武器工厂，将玉田的家臣赶尽杀绝，将和之国的人民变成了奴隶。大蛇哀求道：“玉田是个了不起的武士，寡人愿以将军的名义嘉奖你的父亲。”小紫丢下面具，因为气愤和激动而满脸的泪水。他怒斥大蛇：“我可是光月日和，无耻狂徒，休得放肆！纵使食不果腹，衣衫褴褛，我也未曾令家父之名蒙羞。在我心中，你从来都不是将军，你的愚蠢而不堪，不知害死了多少人。”大蛇见日和一步步走向自己，吓得哇哇大叫：“你要干什么？可不要动手啊！这年代早就不流行复仇了，就算是杀了我，你们也打不赢凯多。”这时，大蛇的手边冒出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那是从火箭网身上剥离的看守狼的怨念。大蛇命令看守狼帮助自己烧死面前的女人，结果这浑身燃烧着火焰的怨念粘在了大河自己的身上，大河惨叫一声，置身在火海之中。日和看着惨叫不止的大蛇，平静地说道：“黎明定会到来，光月狱卒，言出必行。”本期内容就是这些，下期内容最强生物凯多败北，和之国大战迎来大结局。小伙伴们，我们下期再见。